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美国甲亢哥哦，因为他真的有甲状腺亢进哦，这是一个网红。好，最近去了中国大陆哦，我们赶紧带大家来看看他先去哪里呢？他29号在河南郑州哦，他去做了一件事情，他去伏羲山攀爬通天云梯哦。我们先带你来看一下。Oh my god! Oh my god! 牛快跑！I've been chanting the love letter. Oh my god! 好，一直讲 Oh my God， 但是他这个影片在网络上很红哦，因为他去了一个这个举步维艰的一个云梯台阶上面哦，连喊着 Oh my God。好，那他其实也不止去了这个伏羲山攀爬通天云梯，他也去学功夫哦。我觉得外国人对于功夫哦，都有一种觉得很像魅力无限哦。你可以看到这画面上哦，他去找梁师傅哦，这个考虑到了甲亢哥没有武术的基础，选择了简单的5步拳先来进行教学。好，但是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哦，有一些小小的插曲，甚至这个甲亢哥还有被梁师傅小 K 了一下。我们继续来看。It's pain, but it's life. It's pain, but it's Shaolin. It's pain, but it's Kung Fu. It's pain, it's you. Master, I want to bless you. I want to bless you, Master. Friend is not money. Friend is your country, my country, whole world. We are friends because Kung Fu. 好，他说哦，这个我不收你钱啊，我们是朋友。那功夫结识哦，这个朋友之间不需要讲金钱。好，为什么刚才前面很痛苦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甲亢哥在练习气功的时候被木棍打到倒地哦，这少林师傅在安慰他，所以这跟我们电影看的很像吗？他在练气功就不是用棍子打他吗？就是类似这样子哦，感觉就是完全复刻在还原。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刚刚教甲亢哥的师傅，他讲的不是中文哦，他讲的是 English。所以他就被说他的 English 非常的好。他说他的英文哦没有级别，4级都没学过，那主要是在教学时一点一点的练出来了。好，那当然甲亢哥被骗2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真正的梁师傅哦，说如同救命恩人一样。甲亢哥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找的是一家小型的民间武术机构哦，随着直播的进行，这个河南省的文旅出手联系到了少林寺相关的附属机构，而且就将甲亢哥接到了这边来跟梁师傅学习功夫哦。那甲亢哥真的是爆红，我们可以看到在29号下午4点55分开通微博，到了这个下午3点的时候，其实有5.2万的粉丝就已经在开始的在追踪他。好，那他的抖音账号更多，有201.1万的粉丝哦，可见他在网络上现在确实真的很红。那甲亢哥第一天抵达上海，晚上就体验了一把小米苏七哦，我们也来看一下。And it costs 70,000? 70,000. Yeah. That's it? Chat, my Lamborghini costs $250,000. Model S Plaid in China costs about 100, a bit more, 120. What the hell? This car fire though. I'm thinking about getting this car. So They don't sell this in America? Maybe in the future. Yo, this car is actually OP. Bro, why did I spend $250,000 on a car? And I have a And this car is electric and it's 70,000 faster than my car. Yeah. Bro, I'm not gonna lie, chat. I really want to buy this car, bro. Like, I'm not even trolling. If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 state, I'm sure you'll buy one of them. Yes. 好，甲亢哥这影片应该要赶快跟川普讲讲哦，川普那个关税战不是要开始了吗？好，当然甲亢哥的中国行哦，其实外网好评如潮哦，因为他户外直播总是有很多人跟他一起哦，这次也不例外。那中国大陆网友说哦，那这次在中国大陆的直播却是最净化人心的一次。那他这个中国行爆红之后，官媒就说了，像是北京日报啊，他这个长安街知识的评论就说，没有西方媒体哦，这个中间商加滤镜哦，一镜到底的直播就让外国网友顿悟说，哎，原来中国的现状是这样。例如《环球时报》的社评也说，这种去滤镜化的呈现，打破了西方政客跟媒体人制造的寒蝉效应跟信息茧房哦。
好，那当然，我们看完了甲亢哥之后，比较严肃的话题还是要持续的带给大家哦，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这个中日韩他们现在有一个经贸部长的会议在首尔举行哦。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还有日本经济大臣武藤荣治，以及韩国的产业部长安德根都出席哦。他们时隔5年是再次举行，那当然也有一些互相的利益纠葛啊。我们就看到习近平28号不是在北京跟很多名外商的企业家会晤，包含了三星电子的李在镕也在哦。这是李在镕10年之后再次跟习近平会晤。韩国媒体就分析说，因为现在川普上台嘛，所以美中关税战加剧，李在镕在这时候访中当然就很受关注，所以研判李在镕是不想错过年销售额超过9200亿台币的中国大陆市场啦。好，那现在印度也开出了44亿天价的罚单哦，但是贪心太想回中国了，很多人在看三星哦，因为看李在镕，他表情根本没有办法藏，他跟这个在韩媒面前哦问他问题的时候，全程扑克脸哦，而且这个感觉很像冷面王，就在北京哦参加高层会议的时候，哇，谈笑风生呢，而且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当然嘛，钱在哪里，市场在哪里，就要笑到哪里吼。好，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之下，现在 AZ 啊、赛诺菲、礼来、辉瑞执行长也跟习近平见面哦，这是周5发生的事情。好，报道指出，美国制药虽然发现自己在美中之间走钢索，但是这些公司哦承受不起失去中国或是美国市场的风险，所以都要进行一些协调跟谈判。那马士基执行长则强调，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有计划扩大投资。好，我们现在要先问彬哥，目前这个少了这个国外媒体的滤镜之后，这甲状腺甲亢哥真的爆红，而且好像带过很多不同的观点吼。甲亢哥本来就很红了，因为他本来是游戏实况直播主，是，据说他刚开始做游戏直播的时候，平均在线看他的只有2个人2个人只有2个人，但是他很快，他2个人可能都是自己，对，搞不好就是他自己人，他双开，搞不好是这样。但是他粉丝成长很快，现在他已经到3700万，这很可怕，比台湾人口还要多所以他当然是非常受人瞩目的一个 YouTube 直播主。那他这次去中国大陆，就是一路坐高铁啊，去学功夫啊，去爬天梯啊，都引起很多人的围观。那重点是在于什么地方？重点在于，因为他都是全程直播，所以他既然全程直播的话，就没有什么作假的可能性，就实际上就会显示出来。那实际上有看直播的人还有看到，他一开始去找师傅还被骗，然后就找不对人，你知道？然后后来才找到这个师傅，人家带他去才找到这个师傅。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直播的过程都是蛮活生生的，而且看起来没有造假的嫌疑，所以就让人家能够亲眼目睹中国大陆现状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任何遮掩。那我想这可以去除很多人对中国大陆的一些迷思啊。有人觉得中国大陆多好多好，有人觉得中国大陆多差多差。大陆当然有好的地方，也有不怎么样的地方，但就透过他的直播去看到。那这个人因为他的表情很生动，有点夸张，所以就会吸引更多人的围观哦。那我觉得他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他今年才20岁而已啊，这么年轻，他非常年轻。不过我觉得他反差很大，对他反差是蛮大的。那他过去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言行的，包括一些种族歧视啊，或者什么一些言行。那既然他曾经闹出过这种种族歧视争议，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特别为了讨好中国人来做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更真实的一面。那至于好坏，大家自己去看直播就知道。那你去看看真实的中国大陆到底跟你想象中的差距有多大。那至于说中日韩现在为什么要紧急要开会？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就不知道川普到底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在预防川普的动作的同时，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先跟其他国家先打好关系，做好准备？所以你看，最近中日韩也好，中国大陆跟欧盟也好，大家往来开始变得比较频繁。为什么？因为都要因应川普所带来的海啸。那所以我也觉得，川普玩到现在这个程度，是不是也差不多够了？也就是你这样玩下去，真的对美国是好事吗？反而你会让更多的人跑到你的竞争对手那边去，这样对美国是有利的吗？我是觉得这个算盘好像打得怪怪的。那当然，现在也因为美国的不确定性太高，反而你增加了很多企业啊，很多这些国际上的重新去评估，是不是在中国大陆投资反而会比较稳当？
因为至少中国大陆的变数没有像美国的变数这么大，所以我觉得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做了决策带给人家不确定性太高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川普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清楚。好，川普有想清楚吗？感觉4月这个贸易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大使。中国大陆其实就是说，在西方人啊，尤其整个西方社会，或者大部分的这个外界的社会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啊，大概都是透过西方媒体啊所塑造出来的。那你知道西方媒体他们基本上，他如果要与你为敌的话，他的妖魔化能力非常强。你比如说像川普，他就是个妖魔化对手很厉害的一个对手，他每天都在讲这个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烂的总统，然后拜登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总统，他每天讲。我想现在美国的一些年轻人或小朋友啊，但印象就剩下就拜登是一个无能的，是一个很烂的总统，全美国最烂的总统，他就是靠这种怎么样？所以那种刻板印象就是在你不断的宣传之下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甲亢哥啊，他为什么节目受欢迎？因为他打破了很多人对，尤其美国观众对中国大陆刻板印象。对他第一个，中国人是很不友善，尤其很仇外啊。然后呢，整个中国社会是很封闭，然后落后。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这几年啊，最对大陆帮助最大的一个政策之一啊，就是开放观光，让很多这些西方的游客哈，他可以不经过什么签证，他就可以直接到中国大陆买张机票就去了。那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那个宣传效果啊，那怎么讲呢？大到我想大陆的政策决定者当时所无法想象的，而且呢，会让西方的媒体他要继续要对中国大陆进行这种妖魔化的宣传啊，会增加很多困难了。不过反向说回来，像甲亢哥这些人，说实话都是些井底之蛙。都在美国社会啊，就是靠他的那种通俗文化，就突然觉得怎么样哈，就很有影响力，觉得自己很。其实我跟你讲，美国有70%以上人口没有申请过护照的，没有出过国的，甚至美国有很多人他连自己州都没有出过。所以呢，你说他们对别人不了解，对人不，也基本上也就是常态，不是什么。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政治人物，他的这个媒体基本上。就是要把美国形容的无限好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事情啊，最近这1年你看了很多这些部落客也好，这种网红也好，他们到中国大陆都好像探险，都好像是寻宝一样，都让他跟他原来的这个对中国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啊。我想还会持续一阵子啦。那中国大陆事实上从很多角度上来看的话，是应该还有多一点自信心的。第一个，中国大陆治安比美国就好很多。美国事实上满街都是警察，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很像。你今天你去上海，你去很多地方的话，你也觉得老百姓没有什么惧色。你要在美国的话，你到纽约的街头、芝加哥街头，你时间不对，你进去看看，真的你觉得你性命都不保啊。所以我觉得大陆就是说，不像西方人想象那么差，那美国也不像中国大陆很多人想象那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距要慢慢可以这个抹平的。不过我觉得任何社会政治人物跟媒体真的影响很大。像我们台湾现在还说自己算是很民主我就觉得这个就已经还有什么好可以自豪的民主这种民主法治我想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不复存在了。是将军，我觉得我看甲亢哥让我回想到一部电影，各位去看。如果说你有经验的话，有印象的话，以前有一部成龙演的电影，一系列电影叫《尖峰时刻》。那时候有一个也是非裔的这种男配角，叫克里斯。你会觉得他们两个蛮像的那种味道？其实非裔的很多朋友本来他就很具有喜感那种动作有时候他动作表现出来很有喜感。那尤其是这次甲亢哥到中国去旅游来讲的话，当然他所谓没有滤镜一镜到底，言下之意就是不是经过样板，不是经过刻意安排的你随时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现况。但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热烈的讨论，还有大家有广泛的有兴趣？我觉得就是东西文化很多的冲突不一样，然后激发出来的火花。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现在
影片里面看到的。第一个就是他去拜师哈，其实美国文化里面没有师傅这个名词，他们叫老师就直接叫名字哈。这除了 teacher 这个日眼之外没有，但是中国文化里面就是天地君亲师哈，师排在第5位是你必须要尊敬的，所以要有拜师这个过程。那当然这个东西方的文化，因为像这点不同啊，大家他在这个敬茶的时候就闹出一些笑话出来。那当然啊，不管是东西方朋友就看到哈哈有趣。第二个，我讲他少林寺学武，你知道这少林寺学武，这武功来讲啊，东西方也不一样啊。你看哈，西方来讲的话，因为他们个儿比较高，他们讲究的是上盘的功力，所以你看西方的武术比赛，大部分都是拳击手在比赛，讲究双手双拳的力量。但是东方人因为这个体型比较讲究的是稳扎下盘，所以他有一段影片，他是蹲马步的影片，是练下盘。我们刚刚看到他踢腿那个动作来讲的话，就跟这个梁师傅来讲的话，就有很大的差别。那就代表东西方连在武术方面来讲都有很大的差别。那另外从电影的细节，我们也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美国人自己讲的哈，譬如说是我们刚刚看到有一段，他坐在高铁里面，他的观念里面，进入高铁，如果说进入隧道以后，那个信号就会衰减掉，就会被屏蔽掉，收不到信号。那我们看到他很兴奋的说，居然那个信号来讲，没有被遮断，代表中国在这个5G 信号上面，设计的也很好。那另外来讲，他开的那部小米电动车，7万美金，他也很惊艳，说可以这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性能这么好啊，跟他的兰博基尼的跑车是一样的性能。我觉得这部片子，他这个活动应该会激起很多不管是东方或西方朋友很大一个兴趣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美中是大涨关税战，当然也有科技战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都回到这个中国大陆，尤其是苹果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回流中国了，加入复旦大学任研究员。他是恐龙，不是孔刘哦。他是曾在美国苹果公司担任首席工程师的恐龙，已经入职了上海复旦大学哦，担任研究员跟博导。好，那当然也有另外的是32岁的 AI 科学家福天凡也回国了，他是到南京大学来任教哦，担任计算机学院准聘副教授一职。好，另外还有看好 AI 的前景，留美科学家哦，真的是掀起了一个归国潮。除了福天凡之外，还有像是这个齐国军，近期也归国加入了西湖大学。所以史丹佛的大学报告显示，2020到2021年间，就有2000多位的华人科学家离开了美国的科研机构，回到中国展开研究。所以不乏是有 AI 的专家，所以这 AI 战势必要打了嘛。好，那中国这边 AI 也在突破3D 模型生成，已经接近了生产预备，游戏圈现在相当的震撼哦。所以包含了腾讯、辉达、Google 等大厂和新创公司都在投入研发哦，所以后续真的是大家都很期待。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Manus 哦，它是 AI agent， 就说是通用型的，它的价格现在也公开了。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是库克，他有到中国大陆嘛，好，他去访问浙江大学，苹果就捐了1.3亿来培育下一代的这个城市开发者哦，所以要深化对中国下一代开发者的支持。那今年2月也传出说，苹果会跟中国的电商巨擘阿里巴巴集团来合作，要让苹果的 AI 系统可以顺利的推展到中国 iPhone 的用户。好，最后来看到是 AI 马上就进化，应该就是机器人了。我们可能要跟机器人一起生活了吗？这个中国大陆的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上哦，就看到。好，这个画面上机器人在干嘛？打太极哦，而且还做仰卧起，做伏地挺身 ，sorry 啊，为什么这么稳呢？大家就很好奇嘛。好，确实哦，他们就现在展现了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还有充分体现了一些机器人灵活跟敏捷。那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广西南宁2025的 AI 赋能正能量的创作大会上，有一个机器人哦，它叫做智英。好，作为管弦乐指挥哦，为现场的受众带来一场听觉跟视觉的响宴哦，完全就是一个人类的感觉。好，还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哦，做家事还可以有一些产量哦。那甚至他在报央视记者的时候，还有一些猜测，蛮准的。我们来看。
它真的不重哎。你看看他现在大概多大？很高兴能帮到你。看起来他大约30多岁。很准，很准。好，很准很准，不要猜是60多岁就好，不然这女生真的要瞪他了，马上把机器人关掉。好，那当然现在哦，这整个科技的战争哦，真的是要开打。我们先问彬哥，我觉得现在大陆这几年会出现回流潮，一方面当然是大陆在某一些领域现在也慢慢发展得很不错，让他们觉得有机会回来。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外国自己造成的，也就是他们开始全面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才进行审查，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这个中国大陆潜伏在外国的这些 spy 啊或什么东西。那这个对他们的在国外进行的研究或是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与其这样待在这边遭受歧视，甚至被怀疑，那干脆回到自己的国家算。所以我觉得这几年会有这么多人回来，都有很多主客观的因素在里头。那当然，中国大陆这几年的 AI 发展是非常的迅猛，而且看起来是成果斐然的，所以也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侧目，包括最近最有名的 DeepSeek 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陆陆续续出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都给外国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你也可以看到外国人从一开始的质疑、轻蔑、嘲笑，现在开始加入应用。现在很多公司已经主动说明，他们就是要用 DeepSeek， 要用这些东西，因为它开源又好用，又比原先的 OpenAI 提供的服务方便很多，那甚至还比它便宜很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个就马上带起了一股旋风哦。那当然，我觉得 AI 这种东西也不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就一定站在领先的位置上面，因为根据全世界客观的分析指出，现在大概还是美国是第1名，那中国大陆大概是第2。那中国大陆当然也希望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最特别的就是，它这几年在应用上面发展的非常成功，很多的应用全部都出炉了。然后你看，好像前几年并没有听说中国大陆在机器人方面有多厉害的一个发展，可是最近这2年突然之间就出来一大堆，而且那个动作之流畅、之自然，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在默默已经耕耘了很久一段时间，然后最近现在是花开结果，很多东西都跑出来，包括比如说之前有看到机器人会跳舞啊，那个舞真的跳得非常棒啊，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中国大陆之前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在酝酿，那现在慢慢一个一个成果都出现了。那可是这样子就代表中国大陆领先了吗？其实也未见得，因为美国这边也在发展，那日本也实际上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多努力。那我就觉得说，当你看到对岸这样的发展的时候，那台湾自己呢？我们台湾现在还在内耗，然后大家都是画大饼，说什么几年之内要超日赶韩啊，超英赶美啊，讲的跟真的一样。问题是我们有相关的投注吗？你有把相关的资源放在这些地方吗？看起来都没有啊。甚至包括赖清德现在大家在吵的总预算案里头，在这一方面真的有规划很多金额进去吗？也没有啊。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你未来能够追上别人呢？看起来是落后别人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警惕，不是只有美国跟中国大陆在竞争，台湾也是竞争中间的一环，不是吗？那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真的要仔细去想清楚。好，我们也因应科技，我们有个数发部哦，大家还记得吗？大使，数发部现在还有吗？有，还有啊，有啦。我只记得他那个租那个办公室很贵，哎，有啦。我们这个剪面线，哎，对，他的好像产品不多，是。要讲机器人的话，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语数科技哈，它这个现在它已经有2款机器人是已经在线上在卖了。那所以它这个怎样？它这个应用快，非常的快。虽然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新的公司，像美国的这个机器人最大的公司是 Boston 哈，它40年了，这语数非常年轻的公司。可是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商品化的这个成绩非常快，虽然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见得是取得完全领先啊。现在还有2型机器人，一个叫这个 Unitree G1， 它一台99000人民币，你如果线上订的话，大概45天它可以交货。还有一个比较贵的，要65万人民币哈，那个比较贵的，应该是哦，它就是说你买的可能比较贵哈，那也可以购买了。所以事实上的话，你现在看到这些机器人，
它其实这都是行销啊。你真的要买的话，你现在可以拥有一个机器人。你如果逛街的话，你觉得有人要帮你背个皮包的话，那你就带个机器人上街。好奢侈哦。那你机器狗也可以怎么讲呢？也可以载物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这个以前是好像电影的场景啊，现在在实际的生活上，它已经走入你的生活当中了。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竞争上，中国大陆基本上是没有落后，而且很快。那这里面就变成你有了这个产业，而不是只是在研发的阶段啊，那你就有很多的怎么样？你就有很多的未来。那你这一方面的人才，他如果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始终是在风口浪尖，在技术上，在这个商品化上面啊，他能够就是说啊，技术上不落后的话，那他就要进入中国大陆。到中国大陆的，不管是公司研究机构的话，对他来讲，个人的这个不管是研究的生涯，或者发展的生涯，甚至创业生涯，他机会在哪里，他就往哪里走。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不是纯粹靠什么，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号召很多的科研人员到中国大陆去，包括中国大陆出去的，本来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好学校的学生到了美国。现在我知道，像日本很多的这些研发人员到中国大陆也到中国大陆去，原因是日本的企业支撑不住这些研发经费。那这些研发人员要找他自己的事业发展，他就到中国大陆。这个是我觉得基本上是已经有他的背后的经济的力量在支撑整个中国大陆的研发事业往上走。所以本来是大陆的留学生也回中国大陆，还有日本甚至美国的有一些这些科技人员去中国大陆，人家市场因素非常大。好，我们问将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优秀的科学家都要慢慢回到中国来。那当然，我们都曾经以我们这种年纪都曾经走过那段路。大概那时候，包括台湾在里面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样。那时候有很多优秀的人才都要到美国去求发展。除了说是物质上金钱的诱因之外，当然最主要是说美国可以提供他们一个很好一个研究的环境然后不管是在学士方面或者经费方面，都可以充分提供他们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包括我们台湾在内都到美国去留学之后就很少再回到国内来服务了。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人才慢慢又回到中国去了。为什么会回到中国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研究环境不像是中国这么好了。第二个，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这种研究环境慢慢在某一方面已经可以赶上中国。我们具体来讲的话，当你美国对中国实施很多科技上的打压跟制裁之后，像 DeepSeek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美国自己也讲说 DeepSeek 是被中国是被美国自己逼出来的，因为你对他实施科技制裁，你不卖给他高阶晶片，逼着他用低阶晶片，他去可以做出这种这个 AI 的这种高阶的这种智能语言。那也因此，所以说当这方面被逼出来之后，很多的科学家他认为说是我回到这个中国去的话，也有很好的研究一个环境。第三个是费用，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来讲，它不管发展各方面来讲，它愿意大笔的钱投资下去然后美国相对在这方面来讲，这个时候美国马斯克举着他的所谓的这个缩减的大棒到处在挥舞，连教育部都裁掉了。那当然中国相对在这个时候，他愿意提供无限制的经费。那在川普眼中呢，这些人道的救援是不是很重要？看起来并不是很积极。他关心什么？关心例如格陵兰，例如关税。那么4月2号、4月3号分别都有不同的关税措施要开始施行。那么川普最新又卖了个关子每天全世界的人看他脸色他说呢，现在关税协议还是可以谈，但是要等4月1号施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可以确保我们获得相应的回应，就是说其他国家跟他谈什么，要什么交换条件有没有投降，有没有给什么
资源，我再来考虑跟决定吗？例如像4月3号马上对所有到美国去进口的开征汽车的25%的关税，川普说：“我才不在乎汽车制造商涨价呢，因为正好啊，这样大家就可以去买美国车啦。他不要忘记，很多美国车是在包括他的好朋友特斯拉是在大陆制造的，还有很多的零组件跟设备是从国外进口进来的，美国车也会涨啦。4月2号关税生效在即，那传出来川普施压油。要求各个顾问们赶快去穿梭，有更多的各地要国会啦、华尔街啦，采取更进取的态度。什么意思？这些被可能关税制裁的国家要主动来跟他表示要怎么求和，就好像缅甸如果要救援，拜托你自己要主动来打电话来拜托，是这样的概念吗？当川普每家的关税如火如荼，加拿大的这个所有的仇恨星火燎原的时候，川普通话了加拿大的新总理卡尼咯。卡尼说，两个人通话呢，其实并没有川普没有表达出要让步，但川普却宣称这个谈话呢极具建设性，计划在4月还要等看选举结果，看加拿大的联邦大选之后重新检视美加关系，厉害了吧？他不是直接对于国家现在目前的状况要谈，他是还有看等你选到了啊，你真的有多数了我再来考虑跟你谈吗？其中当然最重要的汽车、钢铁、关旅税这些都没有进一步的进展，至少卡尼说是没有的，还在观察。但加拿大已经发起了一个广告牌，叫 Billboard Education 教育活动所有沿路公路上看到的这种大型的广告招牌，通通都是这个。关税战伤害的是美国人，你们知道吗？美国人要知道，所有的商品关税征税其实是对你们要买的商品伤害会更大。那当然，美加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有一个医师，他是一个心脏科非常闻名于世界的心脏科医师，他现在说拒绝到美国去工作，因为本来被邀请要去协助的，结果现在他决定跟加拿大人站在一起，共同反击川普的关税政策，还有吞并加拿大的企图。不只是加拿大变51州啦，他还在做誓言，我非要把格陵兰拿下来不可。这次受访呢，这是 NBC 的 News 访问，他继续说，我100%可以拿下格陵兰。那在这样的廖化之下，他的副总统 Vance 继续带着老婆、第二夫人商务部长能源部长往这里去，经过没有邀请人家抗议的情况下，还是去所谓的出访。然后看来看去，各种的美军基地等等，说鉴于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觊觎北极航道，所以他们一定要相对的更多舰艇还有资源派遣到这里来，强化部署。不管人家格陵兰要不要吗？丹麦抗议了，丹麦批评这个叫做不是对盟友应该有的态度，总理也要去访问格陵兰格陵兰当地的官方政府也反对但总之现在是怎样？丹麦跟美国要来决定格陵兰的命运吗？那格陵兰的抗议现在感觉是要达成交易，硬要把人家买下来，这就是川普的风格。而在川普的内部呢，上次才刚刚传出来说，居然会把一个要轰炸这个中东的消息群组里面把媒体加进去，不是吗？结果美国国防部长又再度传出来说，参加一个国防的重要会议的时候2场都带太太一起参加 ，Jennifer 到底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进去的时候大家官员都愣住了，因为不认识嘛。怎么会他会现身在会议当中？里面都有大量的机密信息群组可以随便拉人，把记者拉进来。那官方的重要会议、国防会议把太太带来，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的风格仍然让川普非常信任，因为他在这个被泄密的群组里面所有的谈话都仍然忠于川普所以川普说，我没有要开除，我对他有信心。但五角大厦现在又有一个机密备忘录被流露出来咯，这个是新的一个报道，说这个五角大厦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有一个重要的设定，说这是由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所提的备忘录显示，未来呢重点要放在嚇阻中国夺取台湾，强化美国本土的防御。还有个重点是，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要确保可以用驻日美军的基地，这个是重点。那么所以呢，有没有关心台湾会不会有什么状况？不关心，好像关心它的驻日基地仍然可以用。还有最新的消息是，达美客机起飞的时候，差点撞上了美军的喷射机，那被形容叫做非常的危险。致电国防部询问，到底军机怎么会在一架载满人的客机下方约500英尺处突然出现？
这已经不是最近的第一次。从川普上来以后，最近美国像这样军方的各种的意外频传，已经不是少见的消息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螺丝松了吗？委员，这样子啊，这个刚刚主持人的一段叙述啊，可能没有把它听清楚的话，会让台独又兴奋了啊。那是什么呢？就是阻止中国夺台为第一任务啊。美国呢战略全面转向，应该他的意思，我的了解没有错的话说，美国的战略已经转向，就是说阻止这个中国夺取台湾为第一任务的这个目标已经转向了。已经转到是说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怎么保护？我还在美国的就，即使台湾失掉了，我还能够用日本的基地，我还能用整个亚洲的基地，这才是他所要的。我希望我的了解没错，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就教于其他的这个来宾哦。这第二个呢，就是川普也真是天才，他用的这些草台班子有一个特点。我想塞克斯怎么想，一辈子都没想到他有天会当国防部长，他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因为没有想到，所以是朕给你的，你只要对我效忠。你的位置上不像波顿这些人啊，说我比你懂啊，你用我是我来服务你啊，不，现在我要用的是为我效忠之人。这些草台班子啊，到底会出现什么状况啊？真是我们一下子很难去掌握啊。不过这就是美国的命运，只是可惜啊，只是我们比较忧心的是，美国会影响到全世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对台湾的关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个川普了。川普在大陆的绰号过去叫“懂王”，这因为他什么都懂。现在呢改名字了，叫“税王”。这万岁的税，关税的税，开战，对，而且这是全世界，我看了这么多的资料里面，我看不到人类在研究这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整个的自由化的经济之后，会有哪一个经济学家认为用关税可以解决国际也好，或者自己内部的经济问题？好像从来没有过哎。但是呢，他把关税啊当作是唯一的武器，这个武器所代表的意言说，其实背后啊，各位可以他一连串的作为，那就是关税霸权主义。你们都要来卖货到美国来，你们都要听我的，所以我用这个来威吓你。可是你看呢，他一面威吓啊，一面派人说你去讲一讲，就好像这个黑白脸一样，他扮了黑脸，然后呢就讲说，你赶快去猜一下，他只要呢软了，我就可以放他一马。边打边谈呐，不止边打边谈，而且用关税啊来做恐吓，搞得全球啊大家呢是人心惶惶。美国有受益吗？美国的股市告诉你，大家是不安心的，大家是不安的。这一种霸权主义也放在格陵兰的身上。我们来看看2次大战以后，不是大家讲殖民主义该结束了吗？可是这个是摆明的，我就是要你这一块魔力，怎么样做？我说讲，然后全世界这些的西方的国家，这些高唱人道自由的这些国家，怎么忽然都晋升了？没有嘞，G7国家晋升嘞，没有人多少去谴责哎，有的话也轻描淡写一笔就带过，没有代表的国家立场。欧盟呢，晋升嘞，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思维是什么。换之说，是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对这一个北极有觊觎，对格陵兰有觊遭，你们保护不了我来。这一句话应该是谁讲？应该是格陵兰人讲的。格陵兰说：“我们在这里，遭受到了俄罗斯跟中国的威胁啊，怎么办呢？怎么办？”这时候你跳出来说我是老大，那还有道理啊。人家当事国没有讲说我被威胁了，然后他跳出来说有人威胁你，来，我要来这里当你的老大。这叫恶极了呢。这个要是在那里有石油啊，有航道啊，我要啊。这恶极了吧？这个在黑社会的话是一定会被干掉的呢。但这种做法，他们就刚然的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啊。平常讲起来，这一种霸权帝国主义的心态啊，在格陵兰的身上，在对盟友的身上，在对这个关税的身上，真的是展露无遗啊。苏老师，在川普不管对加拿大或对格陵兰的这种态度跟政治言论，都已经是过去政治学从来没有看过的，羞辱意味极强。
哎，这个川普啊，一向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哈。那当然，我觉得刚才就是我也要补充，我自己对于这个赫克塞斯的这个指令哈，我的解读是这样啦，这个反映了3件事情啊，就是说到底第一个就是说他其实强调的是说，在台海以外的其他地区，要盟友呢自己去想办法，要盟友去加强这个国防的预算啊，那美国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这个，因为他这个指令其实是来自于过去传统基金会他们提出来的一个政策构想，也就是说呢，美国的重心应该是在亚太地区，应该是在中国大陆。那至于这个乌克兰啦这些其他地方，其实对美国来说都是次要利益，所以它是延续这个思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呢，在美国所要应对的所谓国际的这个可能的冲突的事件里头呢，他唯一认为有可能的就是台海战争。其实这个你想想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就他认为唯一美国必须要模拟的情境就是台海会发生战争这件事情。那换句话说，台海战争是未来最有可能爆发的一个国际冲突的情境了。第三个，美国如果真的像这个赫克塞斯的指令讲，美国要全心准备打赢这场战争，如果真的台海发生战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很感谢、很高兴啊，对不对？美国愿意付出心力啊，要全力投入啊。问题是，他能不能够真的做到呢？现在看到这个赫克塞斯这个还要带着夫人跑去参加会议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然后他以为跑趴吗？然后在讨论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居然把记者也拿进来啊，这个拉入他的讨论群组，我觉得这个还是会让人担心啊。就是说，美国的目前的这个领导班子到底在应对这个可能的冲突，如果真的是这么危险的话，其实他需要的是更多专业的规划、专业的这个执行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们看这个事情。倒是讲到这个川普政府，我觉得格陵兰这一行，就范斯的这个格陵兰这一行，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呢？当然，因为第一个，其实范斯最近的这个重要性啊越来越高啊，大家得到媒体关注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川普的一些难题都交给他，比如像一开始是内阁阁员的这个在国会要通过，范斯是出面去协调的。第二个，抖音的这个收购啊，抖音的并购，现在这个难题也是范斯出面了。而且因为川普就很重视这种国际诟病嘛，他变成有人说他也是投资银行家了，就半个投资银行家。那他这个范斯就帮他处理这个问题。第三个，去修理这个盟国的这个政治领袖，范斯居然也冲在第一线。那当然现在看到就是他去格陵兰，因为本来这个格陵兰之行是他的夫人要去的。然后去看这个狗拉雪橇的这个比赛，那后来就变成说是他自己去了，还带着官员一起去哦。对，然后去看基地，看人家能源如何设置哦。所以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欢乐轻松的场合，现在变得很正式、很严肃。当然啊，有人就说，因为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因为事实上，如果是不管是他去或他夫人去看这个狗拉雪橇的比赛，可能就会有很多格陵兰人要去抗议。所以他说不行，这样子要避开这个抗议。但他说不是，我们真的是很重视格陵兰的这个防卫，美军在那里。但基本上来讲，他其实就被认为说，你看，第一个他是避免一些冲突的画面，但第二个他又是像是去欧洲一样，他说你看这个丹麦对于这个格陵兰的防卫其实是不到位的啊，那其实还是要面对。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的各种行动，只有美国才有可能做到，所以呢，应该是让美国这个来这个在格陵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更多的存在。结果就在他去的前一天，格陵兰的这些政党呢达成了一个协议，组成了一个新政府。本来新的政府一直没有组成起来，就新政府在他去之前。可能感谢有他要来，所以他马上组成了，就向他表达了一个坚定的意志，说格陵兰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我觉得还值得进一步观察。这题想问将军说，你们的群组要轰炸下令的群组，有可能把记者拉进去吗？然后第二题，有可能这个国防安全的各种会议简报啊，可以把太太带去吗？没有，那所有的都要这个都有做管制的，然后手机通通放到养鸡场，那不能带的，通通都做管制，还要签切结，那个负刑法责任的哦。
这是军事机密，也是国家机密，然后怎么的保密到民国130几年哦，是这样才解密哦，它有规定的哦，是这个样。那今天泄密呢？那很简单，那就会按照那个现在正常一定严办吧？川普说我们也要办任何人。现在已经算了，我跟现在讲，要在台湾送军法啦，现在要送军法了，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尤其这个是作战的事情呢，这是非常的机密，因为你叫不了。因为马上就会风吹草动，全部鸟兽散。结果你去炸的时候，结果没有，根本没人，大家都是跑掉了，是这个样子。因为机密外泄了，那结果搞不好还会有那个对出任务人员会有生命的危险呢。那我们现在看整个川普的政策，无论川普政策，你不要看他，川普经常他的策略是什么？他投石问路策略哦，他什么事情先丢出来，然后看大家状况，探风向，那个。比如说关税政策，一下说课关税，要缓一下，这又要课关税，要延一下，延到4月，等一下要延到5月。他的投石策略，他是来测看大家的状况，然后来衡量利弊，然后再下手。他是这个状况，他没有说我们要做的时候就做了，没有他都是先丢话，然后再探风向，然后再做决定，然后又有可能再做调整。所以川普没看出来，他不是说就是拍板定案，就是如此，没有。他是投石问路策略，对。那我们现在看格陵兰呢？格陵兰这个状况，我认为格陵兰是川普的第一个大的战略目标，所以被美国拿去啊，那是时间问题。那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那只有5万6千人啊，对不对？它是丹麦的属地，你看丹麦人口才590万，只有台湾的1/4，连1000万都不到，在590万人少大领地，你看它拥有那么大的领地，这是格陵兰。所以美国当然要把它吃掉啊！它比美国的第49州阿拉斯加还要大44万平方公里因为阿拉斯加它才172万平方公里，格陵兰就216万平方公里。那当然把格陵兰拿去，这是最本小效高的嘛。那另外来看呢，现在美国跟欧洲关系差了，这个时候出手最好，因为关系好了美国有压力，关系差了美国出手，美国就不会有压力。反正美国跟欧洲反正已经分开了嘛，是这样。第三个，现在时机到了，就是因为俄乌战争，普丁搞不好帮助川普拿下格陵兰，因为川普有普丁的暗助，那可能这个拿下格陵兰顺水推舟这样子。然后呢，川普再把这个乌克兰的好处送给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两个刚好就把整个格陵兰就给他吃掉了，分掉了，对，是这个样啊。整个国际情势的状况这样，这个就是川普收割最大的战略效果。接下来看看科技跟国际上的经济竞争，这个画面在中国大陆出现喽。习近平28号跟40多位的全球金融制造技术大厂的高管见面。这个见面会里头，被圈起来这个人是谁？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也在列。三星不想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过去看到拜登跟日韩领袖这种骂级的画面，已经不复从前了吗？那现在韩媒的经济日报说，川普上台之后，一切都变了，美中关税战加剧。李在镕这个时候访问备受关注，也特别宣布接下来不想错过年销售额40兆韩元，大概台币是9200亿这样的市场呢。所以三星主要的关联的公司生产也在这里那接下来天津也还有多个厂房在运作当中，不可能如川普所希望的全部搬到美国去制造生产那当然有个独家消息，说是中国大陆准备要抓住所谓的战略机遇。现在准备要跟日韩合作，因为这个消息也蛮符合现在的国际情势。如果川普硬干，要对于日韩有一些这个措施的话，他们也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求其他的管道。今年下半年，接下来也有可能习近平要访韩哦。那如果访韩的话，过去日美韩同盟关系有产生很大的变化跟疑虑咯。刚刚前一次还看到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想对于日本的这个掌握在军事行动上面，现在连经济说不定可能都没有办法那么的同盟，包括了法国外长，因为跟美国的关系现在紧张，所以他们外长去访问中国大陆，立刻干邑白兰地先前跟着美国关税加以对中国的制裁呢，现在也获得了推迟3个月，不然法国干邑的
白兰地啊，影响很大啦。光是过去4个月降了60%的出口啦，所以呢，立刻能够延迟3个月，对他们来讲，法国来讲当然是好消息。对比跟美国的关系紧张，现在反而是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出现了缓和。而汽车4月3号，川普宣布全部到美国来都要加征25%关税，可是比亚迪看一看王传福这里的消息宣布。智慧化的下半场变革会更快，所以未来2到3年之间，以智慧手机为例，中国也从功能性的手机到智慧型手机的转换，也只不过需要2年而已。AI 加入市场更是快速，所以比亚迪推这个首款呢，大陆自己研发的水平对卧引擎，能够驱动车辆发电呢所以未来各种车型都会引起市场的惊艳的情况之下，川普的汽车关税在这个分析里却认为是打了自己养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吗？因为西方媒体的观察，关税使得西方汽车制造商成本越来越高嘛，那进一步会不会落后于比亚迪的发展呢？推高美国汽车的价格，相对于此，中大陆的汽车推出各种便宜啊，然后眼花缭乱的功能啊，让这些市场反而被侵蚀了吗？尤其 CNN 报道的，比亚迪全面超越特斯拉了吗？而不管过去马斯克怎么嘲笑比亚迪，现在也必须承认是个对手，尤其是价格啊、产品竞争力上，都已经快要让这个特斯拉也不得不惊叹的情况之下 ，CNN 的感叹是说，现在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车企，在美国买不到。那这个会是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在美国市场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包括像大陆28奈米的曝光机厂大秀科技，过去要被围堵，可能会害得它整个科技进展往后退的情况之下，现在却发现成立仅4年的深圳晶片设备新凯来也成立了更多的新的研发技术，不再可以被美国给掐住喉咙喽。所以等没有晶片法单谋啦，等无晶片法啦的这个 Wolfspeed， 在美国这家晶圆的龙头大厂，本来是拜登时代答应要有的补贴，现在等不到7.5亿元美元啊，现在被说这个股价崩跌，已经到了27年的新低点，未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不是把台积电抢过去就可以了啦。本土的各种企业还有很多的在台高筑必须要解决。美国的人才呢，各种的围堵，要求把移民都赶出去啦，或亚裔的加以管制啊。结果发现，《自然》杂志的调查，川普上台之后，紧缩的签证制度有75%的受访者科研人员要离开美国了。影响是什么？影响就是人员都离开之后，高科技产业的人才结构出现了空洞。像美国的苹果前首席工程师孔龙，他名字也蛮特别的哦，孔龙加盟了复旦大学，回到中国去了，不再留在美国发展，这也是川普效应造成的一种重大的冲击跟损失嘛？委员，这样子啊，这个企业家是最务实的，他们用脚投票了。当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到美国参加旧金山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啊，那你发现他的演讲会啊，所有你美国听得出来的企业家全部到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全球你念得出来的重大的科技企业家也几乎都到场。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脚在选择了市场，选择了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中国生产力。这就是现实，你谁也逃不掉的。第二个呢，就中日韩的关系，我再重申的意思讲，中日韩趁这个机会好好做好经济同盟，因为这3个国家它有很好的互补性。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中日韩3个要是能够形成一个像类似当年的关税同盟一样的一个经济综合体的话，东风压倒西风不是假的东风压倒西风是必然的现在就看韩国跟日本做怎么样的选择，是继续3个合起来，以儒家为背景的中日韩成为东方王道的干城，世界王道的干城呢，或是日韩选择要去当美国在亚洲霸道的鹰犬，重新让你们再做一个的选择。我想前者应该对亚洲、对中日韩3国是更有利的。第3个呢，中国的汽车啊，现在到美国啊来讲，现在中国的汽车出口量是全世界第1，可是很抱歉，到美国的数量很少台湾也买不到呀。对，当然也买不到。那只要在美国一开放，你知道它的世界第1的份额会有多高？所以能够
感受过、体会过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对车子这个还蛮有兴趣，也常研究的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可以在这里讲，假如中国大陆汽车开放到中国进口，我现在使用的车子全部换掉，全部换新，因为我只要卖掉其中一部车子，我就可能买3部我现在在使用的车子。性价比也差太多了，差很多，高到你不敢想。举个例子，马看的那个保时捷的电动车，4门的电动车，跟现在小米的 SU7，一架可以换3台啦，可以这样讲啦。水准内容绝对不比它差。最后呢，整个的人才的返回中国大陆的人才现在已经从过去的输出国是逆差国，现在是顺差国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但看到美韩关系往前走一步，往后走一步，像是中韩关系在改变的时候，你看看，马上习近平要去访问韩国了，这会是代表了哪一种国际局势的趋势？没有错，因为现在其实韩国面对这个川普上台之后，他是有空前的焦虑的。现在这个美国的一个专家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安静危机啊。为什么安静危机？就是双方没有高层的互动。然后呢，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到了这个亚洲来，居然没有去访问韩国。因为在整个东北亚，就是日本跟韩国，那当然菲律宾是美国的盟邦，但是就是所谓条约盟国，但是美国在菲律宾是没有驻军的。所以说，你对于你唯一有2个在这个西太平洋有两个地方有驻军的这两个国家，你居然没有去韩国，对韩国来说当然是很紧张了。然后一方面，韩国现在政局不稳嘛，因为他这个尹锡悦到现在这个宪法法院，现在就是说，就算这个宪法法院最后让他过关了，这个政权也维系不了多久，他仍然会面对很多的抗议啊，很多这个反对党的这个杯葛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要怎么样维持他的一个地位？当然，他现在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就是川普的关税。因为川普现在说要课这个汽车关税嘛，而且他是针对什么？所有只要你没有在美国制造的部分都要课税。那当然，韩国、日本是受到最大的冲击，因为美国进口的这个车子最多的是什么？是第一个墨西哥，第二日本，第三就是韩国。所以说，当然还有再来就是美韩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会不会重新推倒重来？这些都是韩国非常焦虑，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中国大陆提供他一个避险的这个机会。